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甘。今天非常荣幸请来了来自 FortEOS 的总设计师卡卡多先生。哦，不对，应该是叶先生。卡卡多先生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来到我们原生态，叶先生先跟我们朋友们打声招呼。原生态的朋友们，各位大家好。那这次呢，很荣幸来到上海，就趁着这个要准备上海坑卷的时候呢，受到原生态的邀请，来这边跟大家进行一些交流。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您之前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有研习过一段时间。是。当时是学习的哪个？比如说琴啊、古筝啊，或者说钢琴啊、小提琴，哪个音乐系的？哦，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台湾，我的硕士是在国立台湾大学读的这个音乐学研究所。那因为我的专长跟我的研究领域是古琴这个东西，那古琴其实在台湾就是我当时弹琴的时候是没什么人弹的，那能够教的人也很少，你要到能够专精的话那更少。到目前为止，应该古琴这个也有点阳春白雪那个感觉啊。比较上是跟其他民乐器比的话，对，因为它不热门，相对不热门，对，比较曲高和寡嘛。那当时因为我想研究的两个曲子。是从唐代传到至今的一个曲子，就是大胡笳跟小胡笳。各位可能听过胡笳18拍，那其实它是跟它相关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曲谱呢，因为非常的艰涩，在台湾其实是没有人可以解读这个曲谱，更不要说把它给弹出来。那我为了研究它，我其实申请了当时我们政府有发给我们的一个奖学金之类的，就鼓励我们跟大陆这边的高校来这边进行短期的研究。那所以当时呢，我就选择了上海音乐学院，然后来这边呢，跟一位大师，就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里面其实是有一位博导在带我，但是我学习的话呢，是跟一位国家级传承人，他本人不在上海音乐学院里面，他是在外面的。那我就当时来跟他学习这个谱子的，第一个是怎么读这个谱子，第二个是怎么弹奏这个谱子，怎么分析这个谱子，先读懂，然后重现它。对，然后重现它，然后进而能够理解它，用自己的方式去演奏它。对，毕竟它是一个，尤其是里面的小胡笳是一个1000年的曲子。对，因为这个其实跟古典音乐，就是西方古典音乐都是通的，就是不同的指挥家，比如巴伦波伊姆或者卡拉扬，他不同的指挥家所演绎出来的风格，他的对于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对。这份研习的经历对于您日后就是设计耳机有没有什么帮助？设计耳机帮助吗？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是，古琴的音量，如果大家实际去接触过古琴，面对面这样弹奏，古琴音量其实是非常细微、很小。那因为它的乐器的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它是很敏感。它只有7条弦，透过这个手压着它来控制音高。那所以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演奏手法的转变，就可以营造出很大的音色差别。也就是说，其实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古琴演奏者，尤其是像我的老师，就是身为第一批国家级传承人那样子的演奏者，你其实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耳朵怎么判断这张琴你要用什么方法弹，你要用什么手法来呈现这个乐曲，你现在这个音的轻重缓急、浓淡等等，你要怎么去处理它？那我觉得这个后来在我接触音响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帮助。等于有一个坐标系，或者说耳朵已经练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对于一个耳机的音色有着更加敏锐的判断方式。对，在我从业一路以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而言，虽然我后来没有走演奏这个路线，对，但是这个对我从业的确是有帮助。这个是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 HiFi 学科的。对，没有 HiFi 学科。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之前学市场方面的，像您从事的是音乐方面，然后后面进入 HiFi 行业，包括作为 HiFi Man 的销售总监，以及后来自己出来创立一个品牌。我认为您的这个学习经验跟后面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强的这个关联性的。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就是这一块算学以致用。是的。好，我们今天桌子上摆的这一套是来自 FortEOS 的最新产品，是墨菲斯托以及这一款官方升级线材叫 Temptation。那关于这一款耳机，其实我是有很多问题要问的，但是我这里我就不问问题了，我想请叶先生说一下这款耳机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遭遇到几个挑战，其实是这样子。我想说一下，第一个就是
对于它的超高音单元的使用，是我 Area 超高音单元，对，是我在调音最后过程中才改换上去的。其实是这样子，这一款超高音单元 Aria 它其实是一个用平板原理去设计的。那我其实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是深度的参与到这一颗单体的研发跟调音的过程。等于说不光光是研发产品本身，就是耳机本身，更涉及到里面细微的就是单元的调整的一些。对，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是已经可以对，因为有一些厂家它是可以让我们去参与到这个等于半定制的一个状态。对对对，那它可以依照你需要的规格、功能，包括它的用的物料等等去进行客制化。那这一款呢，我当时是因为我希望设计一款属于我自己的平板的单元。Forte 也创立没多久，我就尝试在做这一块，做这个事情。对，但我其实原本没有想到这么快应用上它，原本想要再往后压一点，因为它算是我的一道好菜，本来没想这么快端上来，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高音，超高音呈现出来的质感，本来使用静电单元，我觉得一直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我想呈现的就不止说，有时候我们讲超高音要有什么空气感，对吧？灵动感，对，灵动感，有这个延伸感。但我觉得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还想追求一种味道。我们可以称它是一种音染也好，但其实在声学结构也讲，也就是说，比方为什么不同的乐器出来会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因为它们的泛音列呈现的结构的不一样。那其实你单体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采用了不同的单体，你会影响到你对个别乐器或者是人声它的音色的呈现。对，那静电单体呢？怎么说？它是一个发展很成熟的东西，尤其现在，所以它会有一个很明确的音色的指向。是的，就是很干净，无染。我们就是很多采用的那个静电单元的超级键耳机，它的高频表现不敢说都一样，但是风格差异有一种趋向或者说趋势，大家有一点点同质化的，比较同质化，对吧？有一点同质化的，比较同质化。我也是有感觉到这一点遗憾，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最早在美国参展的样机，都还是用静电来做它的超高音，但是一直到后来，我觉得不是太满意。我一直在想怎么样突破。那本来是想透过，比方说是不是从里面内部 crossover 电路的一些改变，调音的手法去做。后来想，不如就把这一款单元提前用上了吧。用上之后发觉效果的确很好，所以我们在纽约的时候，纽约 Cam Jam 的时候，我们同时呈现了用平板作为超高音的，以及用静电作为超高音的两个版本 ，A 款和 B 款两个。是，然后我们也请来试听的民众很诚实的发表他们的意见，结果发觉大部分的人是喜欢这个平板超高音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了采用这款。原来如此。是，这个是一个难题。另外一个难题呢，则是大家知道我的调音理念是，我喜欢把面板的共振参与到整个声音里面，就是整个耳机的声音呈现，不光光是由腔体或者说内部的结构组成，耳机的面板也同时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耳机其实比较主流的做法是尽量隔绝掉面板的共振。对，因为我注意到很多品牌，他们的面板是不参与调音的工作的。大部分这样做。那其实是这样子，物理上来讲，我们当然可以隔绝掉面板的共振。可以的，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做一个封闭式的腔体就可以了。对，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隔绝掉，但是你就物理学上来讲，你没有办法100%隔绝。你还是会有多少参与到里面来。是的，是的。我是说，因为我本身学乐器，那你知道古琴是一个跟它的使用的用料啦，跟它制作的这些包括时间啊、对湿度啊这些，都是怎么讲，密切相关。对，我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反向操作？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让面板成为整个调音的一部分，但是这会产生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你的面板的厚薄，包括它上面的工艺，包括它有没有任何镀层的处理，都会严重的影响那个调音。那因为这次我想用纯银来呈现，然后上面还有就是比较复杂的雕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影响了整个调音。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实为了这一块面板，其实是做了好几个版本的这个 crossover 电路，这是另外一个难度。
然后再来最后的是它的一个算是这一次的指标嘛，是我想呈现很丰富、很有弹性而且很深的超低频因为上一次麦克白它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强调低频，虽然它的低频也是够深，对，很好，对，然后有敏捷度，也有一定的亮感，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很多发烧友这次形容的，麦克白似乎没有让人感觉到那种体感。当然，我们要知道耳机要感觉到体感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但其实我在家里面听耳机的机会反而不那么多，我自己大部分是听音箱，我其实很想要追求那种接近体感的感受。那所以我这次就想，我们来做一款让低音可以达到有体感的幻觉，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触感的那种。对，要让我们觉得虽然它不能够让你的全身跟着震动，但起码好像你的这个脸颊、心口这有一点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点共振的那个感觉了，心跳的感觉了。对对对，这个也是我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款上面呢，关于这个低音的电路怎么做，还有这个低频的这个单元怎么选用，也花了蛮大的苦心，尤其是针对低于40赫兹这一块，就50到40以下这一块，超低了，超低，其实非常非常低，很少有乐器可以到达这个。可是这一块一旦有，你某些音乐到那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极高和极低都是的，就像有一些耳塞，它的极高频虽然看指标我们人耳是听不见，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是的，其实老实讲，我们用在 Aria 上的这个超高音频，对，其实那个超高音理论上来讲，人耳已经很不敏感，对的。可是你一换上去，你还是感受到它还是感觉到它的那个，就是和普通的或者我们寻常见到的还是有差异的。对，所以到了这个的时候，就是说，我就希望把这个所谓的40赫兹以下的低频增加上去，但是它会遇上一个问题，你增加到你有感受的时候，你会让整个速度感拖得很慢，就是回弹速度不够了。对，它不只是回弹了，就是说到整个音乐的那个感受你都会觉得变重，对，那种本来的流动感，你会产生一种滞涩。所以怎么样抓到一个恰到好处，也是这次的一个难题。就我试听的一个感觉来说啊，这个速度感，我认为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就像您说的，如果说调的不好的话，它可能会呈现一个我们正常视频，比如说 B 站它是1倍速，就调的不好就变成0.8或者说0.75降下来了。对，但是这一款耳机我听的话还是1倍速，没有问题。对，也没有加快，也没有说变慢。这个就是克服了那个难题。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面板啊，是这次的这个面板表面的这个花纹是有什么说法吗？因为我知道3个爪子是孟菲斯托的一个化身。是这样子的，因为各位就应该就知道嘛，就是我们从麦克白以来，我们所有的装饰元素其实都是会跟那个歌剧是密切相关的，是密切相关。那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其实孟菲斯托这款耳机，它想呈现的是歌剧《浮士德》里面非常具戏剧张力的一幕，就是这个女主角玛格丽特，她因为犯了罪，她感觉到非常的害怕，然后呢，她就进入大教堂里面，希望在里面寻求这个神的安慰。结果她一进到大教堂里面，发现在里面等她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天使，而是恶魔孟菲斯托已经在教堂里面等她，而且在那一景里面呢，恶魔是诅咒她下地狱的。那我觉得，因为这一景在整个浮士德里面是一个最精彩的一幕，算戏剧的高潮。我想把它呈现在，不论是我们的封面上也好，封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有这个图案。在上面呢，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呈现，这个十字其实就是教堂，后面还有教堂的窗花。可以看到对，我说看得很熟悉，原来是教堂的窗花。对，当然有些人说，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克罗心？其实我们不是要仿克罗心，对，其实是这个教堂的窗花。然后呢，再来，因为你要表现一个恶魔盘踞在上面，如果你用一些很该怎么说，传统的，对，很显山露水的方法，对吧？比方什么恶魔翅膀、恶魔尾巴，那我们就含蓄一点，把这个恶魔的爪子，把它画成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百合花的花苞的这个样子，就是3根摆在这边，然后呢，就像是它盘踞在
这个教堂里面，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来呈现。原来如此，对，这也确实是，就是 FortiOS 的每款产品，我认为从表面都是能读出很多含义的。我们希望能做到这样。说到这里，就希望叶先生以后能多多来我们原生态，跟大家、一定跟大家多讲解一下。因为之前那个麦克白的外形，就有很多朋友接受不来嘛，是吧？就是不能理解。因为麦克白的表面是红色的底色，配合银色的宝剑之类的。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巫师3的玩家嘛，特别喜欢里面的血与酒。OK。然后我就希望把麦克白的这个配色，能不能够说叫做血与剑？是这样子没有错，您这个观察完全正确。因为麦克白，如果大家去读他的剧本也好，不论是读他的剧本原著，还是去看这个沙翁的戏剧，还是说你就是去听这个歌剧，它是一场血腥剧。血腥？对，就是麦克白这个人跟他的这个夫人麦克白夫人，他们为了要夺权，进行一系列的暗杀，把所有的政敌、把所有竞争者全部都暗杀掉，甚至里面还有一景，就是麦克白夫人因为杀太多人了，所以他半夜起来梦游，然后呢梦到自己全身是血，手上都是血迹，一直洗不掉。然后大家就看着他在台上这样子游走，然后一直试图要洗掉他手上的血迹，是有这一景的。所以我一直就是想要把血这个意象放到麦克白的设计里面。那血怎么设计呢？我们其实就是用了这种冷珐琅的做法，然后用红色的冷珐琅，它就会产生一种粘稠感。有没有这种半透明，好像化不掉的感觉？然后放在这个面板上，所以我记得当时，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首发在香港嘛，有好多人说接受不了，然后一部分的人，我们这边也是的，是吧？然后一部分人跟我说，怎么觉得看起来有点血肉模糊的感受？我说血肉模糊感受就对了呀，因为我就是想要表达血的感觉，是这样。原来如此，对。那是否可以说明，就是 FortiOS 未来的产品大概率也会以歌剧作为元素载体？对，其实歌剧是主轴，但是就是我们偶尔也会涉及一些相关的，比方说是艺术歌曲芭蕾舞这类的，都会是我们的题材。原来如此。对。那说到这里的话，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麦克白与孟菲斯托这两款产品，它们各自的取向大概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它们的定位？了解，其实是这样子。麦克白我当时设计的时候呢，我因为是作为我的第一款产品，我希望跟歌剧院这个东西紧密结合，所以我很诉求很明显，我要营造一个在歌剧院或者是在那种一流的音乐厅里面，你就坐在那个所谓的黄金池座区的中央，讲皇帝位，听到那种音场，所以各位会听到麦克白的音场其实是明显要比孟菲斯托宽的，对，要宽一点，对，分离感也会比较好，那相对来讲，当然它就没有孟菲斯托带来那一种亲密感跟包围感，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希望麦克白它能够呈现出歌剧、古典音乐、交响曲那种灿烂辉煌的效果。对，我听的时候也是，我经常说这个词汇就是辉煌感，但是很多朋友他不一定能理解这个辉煌。是这样，这个辉煌感呢，如果您在听古典乐的话，会更凸显一些。对，特别是听管弦乐的时候，是，因为管弦乐我们会需要那种 brilliance。各位如果去过，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我以前去维也纳。然后我去了那个世界著名的金厅嘛，因为我以前每年为了要参加，那时候还在嗨翻面的时候，我每年为了要参加慕尼黑展，那都要从慕尼黑取道去，应该说从维也纳取道过去，所以我会提早到，然后安排几场音乐会给自己去听去体验，那我每回都会选在最好的那个位置。老实说，麦克白呈现出来的音色、音场感、那种空气感、那种灿烂辉煌的效果，就是在金厅的池座区呈现出来的感受。原来如此。对，那相对的这种声音呢，你就不要它有那么重的低频，相对的你要以呈现那个空间感、那种三维的感觉为首重。所以如果说各位是听古典乐居多，听乐器居多，听那些不插电的，不论是爵士乐也好啦，还是一些民乐器啊等等的需要精致度与精准度的音乐的人，你听麦克白会觉得特别好。这个是它的取向。然后孟菲斯托比较不一样，我希望孟菲斯托给人一种冲击力能量感，对，所以首先音场就不要做的这么大，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透过里面的一些配置，一方面是crossover 电路，第二方面是里面的一些导管的配置，你可以去调整音场的大小。那可是呢，你把音场做大，它牺牲的代价就是什么？包围感跟冲击力会降低，这是一个很难协调的一个过程。对，它是天平的两端。所以在做孟菲斯托的时候，我就说好，那我们既然不要那样子那么辉煌的空间感，我们就拥抱这种包围感好了。所以它的包围感很强，而且它的中低频特别的饱满，特别的丰润。我想无论是在听女生也好，在听男生也好，各位都会觉得它的声音明显是厚度要比麦克白好的，听着会更加的亲切。对，会觉得好像他就在你眼前唱。是的，是的。那听麦克版就觉得他在台上唱。是的，是的，这不一样的效果。原来如此，等于说这两款产品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代啊，或者说上下级的关系。完全不取代。也老实讲，虽然说定价它低一点，有差异。对，那定价低呢，反映在这个单体数嘛，单元数的，一个是11个，一个是7个。对，这个是一个成本上的一个反应。那第二个再来就是说，做两个产品是希望达到不同的，给客户群不一样的使用的感受、视听感觉。对，因为老实说，我其实是不太相信有任何一个耳机真的可以在每个曲目都不存在，没有。对，这个绝对没有。可能有一个耳机是比较可以囊括大部分的曲目的，但是它可能在每个曲目的表现都达不到90分，对吧？那所以说做了两款，就是希望 target 不同的用户群，能丰富一下大家的选择。对对对，或者就是说您音乐听得很广。你什么都要，那你就只好买2副了。确实有，确实有。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多位朋友2副同时持有了。哦，那真是谢谢各位的支持。那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您这么热爱歌剧，能否透露一下您最热爱的歌剧是？最爱的歌剧吗？其实歌剧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算是风格，去讲，可以把它区分成德语歌剧。跟意大利歌剧，对，就是它算是目前2个的主流嘛。对，那比方说在意大利歌剧的话，我其实喜欢的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是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啊。对，《弄臣》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它的咏叹调也非常的有名。茶花女也是。茶花女也是。对，那我更喜欢《弄臣》多于茶花女，因为茶花女是一个有点像是琼瑶那样的一个爱情歌剧，它里面呢就是没有那一些很强烈的血腥的元素。那弄臣里面就有爱情，有欺诈，有谋杀，有报复等等的，它比较更强烈一点。说到威尔第的好多歌剧，它的那个配乐也很好听。是的，是的，威尔第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植入人心的一个作曲家，他的每一个旋律都是像一把刀这样插进人心。对于歌剧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序曲，对吧？序曲对，它有不同的名称。Overture 是序曲嘛，Prelude 是前奏曲，但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歌剧开演前，你要让大家有个预备的时间。对，还有间奏曲，还有个间奏曲 Intermezzo， 在2个幕中间有个间奏曲。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说，等大家进场，给大家一个预备，或者是幕间要休息的时候，给大家心情的转换。这个感觉我得回头再做功课。德语系的话呢，我喜欢的是另外一出剧，我喜欢就是有一位作曲家是19世纪晚期。他受华格纳影响比较重，理查史特劳斯他的一出歌剧叫《莎乐美》，那莎乐美也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故事，他是讲这个施洗约翰被莎乐美求爱不成，然后最后他被人头落地了之后，莎乐美拿起他的人头装在这个盘子里面，然后呢对他亲吻，是一个比较前卫、比较大胆的一个作品。是20世纪的东西。原来如此，是20世纪的。20世纪初，对。他的音乐好听吗？非常好听，但是必须要讲不那么，如果你是个刚刚接触歌剧不久的人，是可能听不下去。20世纪的作曲家，我印象里面啊，不瞒您说，我对20世纪的作曲家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20世纪的马勒嘛。这个音响森林真的一般人，他的东西跟马勒大概是差不多的。那算了，是跟马勒差不多，是跟马勒差不多，他们同时代人。一个马勒，一个布鲁克纳，这种都是后期的，我是真的听不来。他们2个是同时代人，马勒跟理查斯特是同时代人。原来如此，那这个我就不挑战了。是。好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叶先生到访我们原声带，分享关于麦克白以及孟菲斯托的创作理念。如果说您对于这2款产品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您到我们原声带的北京、上海还有广州门店来实际的听听看，看看这2款产品的面板，感受一下这2款产品的佩戴，以及
看看能不能听得出这2款产品所想表达的理念。最后再次感谢叶先生的到来，谢谢干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干店长，下次再见。